千万不要再说飞云是张飞的飞，赵云的云，也不要说飞云是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一拳打死鲁智深啊！前面半句是听适合飞云，只是这后半段是个什么鬼啊？我们萌妹可是一个超级温柔的小熊。这天飞云在院子里抓到了一只小鸟，本以为这只小鸟会小命不保，加上飞云都是13岁的熊猫，毕竟在虫洞的二馆长，虫洞的小辣椒于爱才1岁多，身上就不知道背了多少条鸟面，每次看到小鸟都追得满院子的飞，不是一屁股把别人坐死，就是玩死。就这二馆长都还不解气，更是直接把小鸟的老巢都拆了，搞得小鸟都不敢从门前飞过了。要知道大熊猫可是有食铁兽之称，坚硬的竹子在它们面前都是小儿科，轻轻松松的就咬断了。可飞云把小鸟叼了一路，小鸟竟然都还完好无损的。更惊讶的是，飞云把小鸟一样当成小熊宝宝一样，温柔的抱着怀里，还不断的舔着小鸟。看着飞云母爱泛滥，真的是想要一个宝宝。不知道单身飞云啥时候能如愿呢？奶妈看到飞云这样，急得大叫让飞云回家，而小鸟也是一个聪明，趁着飞云分神之际，蹑手蹑脚的逃跑了。看到这力道控制没有，重手暴击金虎，轻手能不伤小鸟，这就是斗宗强者恐怖如斯，这和拽姐真是天差地别呀！果然呢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下知道咱们的飞云有多温柔了。不仅如此，飞云可爱的外表更是溢出屏幕了。飞云这打哈欠握紧的小拳拳，更是萌化了众多姨们的少女心呀！吃起东西来也是温柔的不要不要的，也难怪飞云的小白奶爸很喜欢它，彩虹屁一个接一个。而飞云呢，也在小白奶爸的一声彩虹屁中，逐渐迷失自我。奶爸，怎么的？我也给你回一个。说着就用脑袋玩起了木桩，吓得奶爸赶紧出声制止。飞云听懂了，马上放弃，乖乖坐着。咱就是说，就是这么听话。可爱有好看的萌妹飞云，他偶尔拿着娇羞的小圈圈捶几下金虎又怎么了？飞云又不是要天上的小星星。飞云这抱着小象布偶娃娃睡觉的样子，真的好美啊！果然呀，熊猫界的刘亦菲不是白叫的，